没有一个女人能笑着从伴侣的手机中走出来。电影《完美陌生人》中有一句台词：我们的关系是脆弱的，每个人都有一个黑匣子，里面装了所有的秘密，可能装的太多了，我们不该拿手机玩这个游戏。而顾曼也很后悔，自己或许不该偷看丈夫的手机。那是个无比普通的夜晚，丈夫带着应酬后的酒气回家，顺手将手机放到了卧室的床头柜。或许是看到顾曼已经睡着了，又或许是已经喝到头脑发晕，手机的屏幕就这样一直亮着，没有锁屏。顾曼一开始也是挣扎了几秒，到底要不要拿起手机，可屏幕上的亮光却不断驱使着她的好奇心。她拿起手机点开了微信，却看到了她这辈子都不想看到的一幕：丈夫出轨了。1月17号晚上，顾曼在公司加班，那天的北京下了雨，很难打车。顾曼在2个小时前就发微信给丈夫，可是却迟迟没有等到回复。无奈之下，顾曼等了1个小时的车才回到家里，浑身冷冰冰的。而丈夫这么晚还没有回家，直到凌晨12点。丈夫回到家，看到顾曼脸色不好，慌乱地解释道，自己是因为今天要给同事过生日，所以才没有看到消息。顾曼不是没有怀疑，可是为了家庭，她还是选择相信眼前这个男人，他将要度过一生的伴侣。要不是这次偷看了手机，顾曼或许会被一直瞒在鼓里。1月17号晚上，那个在她寒冷交加却联系不上丈夫的晚上，有另一个女人彼时彼刻正在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。顾曼看着她发给丈夫的房间号0117，与丈夫手机里的备注一致，原来那天是那个女人的生日。为了过生日，选了一个5星级酒店，一模一样的房间号，很浪漫不是吗？可是这样的浪漫却从来没有属于过当妻子的顾曼。顾曼就这样翻看着丈夫与女人的聊天记录，看着丈夫从未对她说过的甜言蜜语，看着丈夫很久都没有对她说过的关怀。她突然感觉此时此刻的丈夫是一个陌生人。因为结婚了好几年，又是一起念大学的同学，他们都对彼此太过熟悉，可熟悉没有转化成承担，而是滋生出腻味与厌倦。一开始只是回消息的速度变慢，再后来是消息已读不回，然后就是没有了共同话题，最后变成了冷战。很多婚姻其实都是被细节打败的，看似无关紧要，其实是感情变淡的清晰证明。一位豆瓣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，让人泪流满面。网友很忙，所以经常需要出差，但是每次出差过后，老公从来没有说过要主动去接她，甚至连几点的飞机、几点到家都没有问过一次。后来网友主动和老公提起需要他来机场接她回家，那是他们结婚5年来第一次提要求。那天网友回来后满怀期待地下了飞机，以为第一眼看到的会是老公，可是等她自己拿完了行李走出航站楼，也一直没有见到。无奈之下，她给老公打电话问他在哪儿，可是老公却说他正在送朋友回家，聚餐的时候朋友喝多了，让网友再等等。其实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，
然后说我自己也完全可以打车回家。可这结婚5年来，他总是将所有的事情都排在我前面。他是公司的好同事，是朋友的好兄弟，是妹妹的好哥哥，是父母的好儿子。可是对妻子而言，却不是一个好丈夫。这5年来，我用隐忍退让换来的不是感恩，而是亏欠的理所应当。就是无数的细节像一把把锋利的刀，一点一点剪断了婚姻的网。2个人彼此相爱，但没办法经营婚姻，这才是最大的悲剧。正如罗翔老师说的一句话，真正的爱一定不是瞬间的感动，而必然是一种恒久的委身。心理学家阿德勒也在谈及亲密关系和婚姻时表示，它不仅是一个决定，更是决定之后需要付出行动的作业。要完成这份作业，光有着激昂的爱不够，还需要愿意合作的态度和努力。虽然岁月漫长，但彼此依然携手共进，抵抗风险，享受甜蜜。